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好，我们今天直接来聊一个很核心的主题哦。我想先问问看正在看影片的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而且你不用告诉我，你只要在心里诚实的回答自己就好。这个问题就是，你敢称自己为领导者吗？好，我给你3秒钟想一下哦。我猜哦，大概有80%甚至90%以上的人，心里第一个反应是，犹豫，或者甚至是直接摇头，对吧？其实这超正常的。这场演讲的讲者 Drew Dudley 他就说，不管他去哪里演讲，问这个问题，永远都只有一小撮人敢把手举起来。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好像对领导者这3个字有一种天生的恐惧跟抗拒？其实问题的核心就出在这里，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领导这件事情想得太伟大、太遥远了，在我们脑中它已经被塑造成一个神话级的形象。你一讲到领导，你会想到谁？可能就是贾伯斯、伊隆马斯克，对不对？就是那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真的在改变世界的风云人物。这个定义被我们捧得太高太高了，高到我们打从心底觉得那种事情跟我们这种每天在过日子的平凡人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比。是不是这张图真的超级写实，对吧？左边是我们想象中那个神话等级的领导者，他们的 KPI 是改变世界，他们的名字会被写进历史课本。但右边呢，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真实人生。我们每天烦恼的是，下礼拜那个报告到底能不能准时交出来啊？中午到底要吃什么？这才是我们的现实。尤其我觉得在台湾的文化里面，这个现象又更明显。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谦虚，要内敛，对吧？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敢站出来很大声地说，我是一个领导者，我敢说，现场大概有一半的人心里的 OS 会是，哇，这个人也太骄傲了吧，也太自大了。就是这种文化压力，让我们更不敢去承认，甚至去发掘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领导特质。所以我们来简单整理一下哦。我们对领导力普遍存在这几种很深的误解。首先第一个，很多人都觉得，领导力一定是要有个响亮的头衔啦，像是什么执行长啊、总经理、部门主管，好像你名片上面如果没有印个什么经理，你就连领导这2个字的边都沾不上。再来第二个，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天赋，是少数天选之人才有的特质，是写在 DNA 里面的，跟我们这种普通人无关。第三点，我觉得这点超级有趣，这是我们把领导者这个身份当成是一种未来的奖励。你心里是不是会这样想？等我以后升官了，等我以后成功了，等我以后做出一番大事业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也许才有资格被叫做领导者，但绝对不是现在。就是这种心态，让我们不断的贬低自己当下的价值跟影响力。好，问题我们找到了，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领导力？接下来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真的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好，那接下来这个故事我觉得超级关键，可以说是今天整个分享的核心。故事的主角就是这场演讲的讲者 Drew Dudley， 时间点是在他在加拿大一间顶尖大学 Mount Allison University 工作的最后一天。那天有个女学生跑来找他，对他说了一段4年前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关键竟然只是一支棒棒糖。那个女孩是这样说的，在她大学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她跟爸妈住在学校附近的旅馆。你可以想象吗？她整个人是被那种铺天盖地的恐惧跟焦虑给完全吞噬了。她觉得自己根本还没准备好要上大学，她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她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回家，所以她就哭着跟她爸妈说她想要放弃。她爸妈真的很好，他们没有骂她，只是很温柔的跟她说，没关系，我们知道你很害怕，不然这样，我们明天就去学校看看，去参加新生助曲。如果到时候你还是觉得不行，我们就直接开车回家，我们永远都爱你。
隔天，他们就真的到了学校，排在那个长到不行的新生注册队伍里面。那个女孩看着周围那些新生，每个人脸上都是兴奋跟期待的表情，她心里就更加确定了：天哪，我真的不属于这里。她深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转头正要跟她爸妈说：“我们回家吧。”就在这个 moment，一个戴着一顶超级蠢的帽子，手上还抱着一大桶棒棒糖的男人，也就是 Drew， 从学生活动中心走了出来。他当时是在为一个慈善活动募款。重点来了，Drew 走到那个女孩面前，但他没有直接跟她说话哦。他停下来看了看排在女孩旁边的那个男生，从桶子里拿出了一支棒棒糖，递给那个男生，然后用一种很浮夸的语气，像下命令一样对他说：“嘿，你要把这支棒棒糖送给你旁边这位美丽的女士。”那个男生哦，瞬间满脸通红，尴尬到不行，连看都不敢看那女孩一眼，就只是很僵硬的把棒棒糖伸过去。那女孩也觉得，这男生也太可怜了吧，只好伸手把糖接过来。就在他接过糖的那一秒钟，Drew马上板起脸，转头对他爸妈大声开玩笑说：“你们看看，看看啊，才离家第1天哦，就开始收陌生男人的糖果了。”这个玩笑一开，周围大概20尺以内的所有人，包括那个女孩跟她的爸妈，全部都爆笑了出来。就在那个充满笑声的瞬间，女孩说，她心里所有的恐惧、焦虑、不安，突然之间，咻，全部都烟消云散了。她在那一刻突然就懂了，她不应该放弃，这里就是她应该待的地方。她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就因为这短短不到30秒的互动，她决定留下来，而且顺利完成了4年的大学学业。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不，最关键的转折点现在才要来。女人说完这个故事之后，她转身准备要走，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笑着对Drew说：“对了，我觉得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我跟那个送我棒棒糖的男生，从那一天起就一直交往到现在。”Drew 当时听到整个都傻住了。更夸张的是，1年半之后，他收到了他们2个的结婚喜帖。你看，一个无心的玩笑，竟然就这样成就了一段姻缘，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但是这还不是整个故事最震撼的地方。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Drew说，当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脑中其实是一片空白，他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耶。他很努力的在他的记忆库里面搜寻，因为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笑、很值得记住的事情呢，但他就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请大家在这里停一下，仔细想一想这句话的重量。一个可能对你人生造成最重大、最正面影响的时刻，那个创造了这个时刻的人，他自己竟然完全不记得。这给了Drew一个超级巨大的启发。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棒棒糖时刻？就是某个人可能在某一个你根本没预期的瞬间，对你说了一句话，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这件事就像一颗小石子丢进你的心湖一样，激起了超大的涟漪，深刻地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可能是在你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一个朋友给你一句很真诚的鼓励，也可能是在你很迷惘的时候，一位老师给你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甚至可能只是一个陌生人给你一个很温暖的微笑。我想你的脑中现在可能已经浮现出某个画面、某个声音了，对吧？那一些就是专属于你的棒棒糖时刻。好，那问题就来了，你看这张图，这个落差真的超级大。当我们去问大家说，你是否曾经被别人深刻的正面影响过？我相信可能95%的人都会说有。但当我们接着问下一个问题，那你是否曾经回去告诉过那个人，他对你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个比例可能瞬间掉到只剩下30%，甚至更低。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去表达感谢？你想想看，我们每年都会庆祝生日，对吧？我们庆祝一个人平安地多活了365天，但对于那些真正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美好、更有价值的人，我们却吝于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这个巨大的鸿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你看，这个棒棒糖的故事，它等于是逼着我们去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领导力？它根本不是那种改变世界的宏大叙事，而是更微小、更深刻，也更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东西。它其实是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这就是棒棒糖时刻的正式定义。请大家仔细看哦，这里面有2个关键字，一个是无心，一个是深刻。很多时候，我们发挥最大影响力的那个瞬间，都不是我们刻意计划好的。就像Drew一样，他当时只是在搞笑，在炒热现场气氛，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改变一个女孩的人生。而这也意味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不知道、不记得的状况下，都曾经是某个人的朱道理，都曾经为别人创造过属于他的棒棒糖时刻。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实践这种日常领导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围绕着这个棒棒糖时刻去做这4件事情。第一，有意识的去创造更多这样的时刻。这不是要你刻意去搞笑或干嘛，而是多一份观察，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出一个真诚的肯定。第二，当别人为你创造了这样的时刻，要去承认它的价值，不要觉得这没什么啦，你要正视它带给你的力量。第三，把这份善意传承下去。当你接收到正面的能量，也要记得把它分享出去，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第四，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回去对那个曾经深刻影响你的人，亲口说一声感谢，告诉他当年他的那句话、那个举动对你来说有多重要。这就完美的绕回了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敢称自己为领导者？作家 Marianne Williamson 的这段话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他说，我们最深的恐惧并不是我们不够好，能力不足，我们最深的恐惧是我们其实拥有超乎自己想象的无可度量的巨大力量，是我们的光明，而不是我们的黑暗，把我们自己给吓坏了。为什么？因为承认自己有力量，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承认自己的一个小举动就可能改变别人的人生，这个压力太大了。万一我做错了怎么办？万一我帮倒忙了怎么办？这其实就是一种冒牌者症候群，我们宁愿相信自己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就不用为任何结果负责。只要我们继续把领导力定义成那种遥不可及的改变世界，我们就给了自己一个完美的借口，不去期待自己，也不去期待身边的人，在每一天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讲到这里，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阿修你讲的道理我都懂，但具体到底该怎么做 ？OK，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点最实际的。下一张投影片，我帮大家整理了3个在我们台湾的日常生活中，你马上就可以练习去创造棒棒糖时刻的具体做法。我们来看这个表格。你想想看，在办公室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情况？你的同事为了下周的报告快要崩溃了，眉头锁得死紧。传统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可能心里想，哇，他好惨哦，但又怕尴尬，怕打扰，就默默地飘走，假装没看到，对吧？但棒棒糖时刻的做法是什么？你可以等他一个人的时候，倒杯水给他，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我记得你上次提的那个点子超棒的，非常有洞见，这次报告一定也没问题的啦。你看，这不是那种很空泛的加油哦，这是一个具体的肯定，这会给他巨大的力量。好，第2个情境，去便利商店，店员可能刚被上个客人骂完，看起来很累，脸很臭。传统反应就是我们也摆个臭脸，面无表情的付钱走人。但你其实可以多走一步，在结账之后，看着他的眼睛，很真诚地说一句辛苦了，谢谢你。这句话可能不到3秒钟，但却可能让他觉得自己的辛苦被看见了。这可能就是他那天唯一接收到的温暖。第3个，在学校里，学弟妹跑来问你，对未来很迷惘怎么办？传统反应就是说一些加油啦，你想太多了啦，这种很没帮助的空话。但更好的做法是分享一个你自己当年也很迷惘，甚至出糗的真实经验。你可以说，我懂，我大3的时候也超慌的，还投错履历到对手的公司，有够糗。你让他知道他现在的感受是正常的，你当年也走过这条路。
这种真诚的分享，远比任何居高临下的说教都还要有用。你看，这些事是不是都超级简单，完全不需要头衔，不需要权力，也不需要金钱？所以，我们回到领导力的最终定义，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只有70几亿种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如果你能够改变任何一个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比如说你改变了他对自身能力的看法，你改变了他对有多少人在乎他的看法，或者你改变了他对自己能成为多大的改变力量的看法，那么你就改变了那个人的全世界。这就是日常领导力的核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在总结之前，我想留给大家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礼拜你想为谁创造一个棒棒糖时刻？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之所以害怕领导者这个头衔，是因为我们把它想得太伟大、太遥远了，反而贬低了我们 everyday 的影响力。第二，棒棒糖时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对他人最深刻的正面影响，往往发生在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甚至完全遗忘的瞬间。这也意味着，你真的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第三，真正的领导力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一个人的世界。我们可以透过有意识地去创造、承认、传承和感谢这些微小但强大的时刻，来实践我们每一天的领导力。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